廣東人嘅餐台點可以冇湯啫？大家好，我係阿鵬。廣東夏天太熱了，今天阿鵬呀就用豬骨給大家分享一個特別適合夏天喝的廣東老火湯。這是一道營養豐富、香味獨特的廣式養生湯。這道湯水呀，它結合了五子茅頭的椰香，還有玉米的清甜和山藥的綿潤，營養豐富的同時，喝起來呀還特別好喝的。接下來就跟着視頻一起來看一下吧。首先呀，我們準備適量的新鮮的豬骨。今天我們用的是豬的龍骨，也叫做脊骨、脊梁骨。這個部位的骨頭，它的肉質呀是非常嫩的，而且脂肪含量低，不像筒骨一樣煲出來的湯油膩膩的。最關鍵的是，這個性價比呀也特別高的，不像肋排一樣要30塊錢一斤，這個只需要13塊一斤就好了。下一步，我們將買回家的排骨進行清洗一下，將其清洗乾淨。我們將排骨清洗乾淨以後，接着呀，先用小碗先給它控水撈出來備用。下一步，我們再準備半條新鮮的山藥。我今天用的是這種鐵棍山藥，如果沒買到的話，那麼用普通的淮山也同樣可以的。我們將山藥清洗乾淨以後，再用削皮刀打去外皮。如果對山藥過敏的，那麼這一步呀，一定要戴上手套進行處理，不然手會非常的癢哦。把山藥處理乾淨以後，下一步放砧板上進行改刀處理。我們將山藥給它分切成大概3公分左右的小段，大小塊盡量的切得均勻一點，這樣子的話才能保證在後續烹飪中，山藥可以同一時間均勻的軟爛成熟。下一步，我們再準備一條新鮮的玉米，我們將玉米給它改刀切成大概2公分左右的小段。最後呀，我們再將玉米給它對半切開，把它一分為2。全部改刀切好以後，先將其先給它裝起來備用。下一步，我們再準備老薑一小塊就好了，把它改刀切成小薑片。薑片切好以後，先給它裝起來。緊接着呀，我們再準備1小片8-2年的老陳皮。再往裏面再添加幾個紅棗，這個就是廣東的煲湯3件寶：陳皮、老薑加紅棗了。為了讓湯水喝起來更加的鮮美又好喝的，有條件的可以往裏面再添加少許的貝柱，也就是瑤柱。下一步，我們再準備適量的五子茅頭，我今天用的是比較粗的根系。我們先把五子茅頭放在碗裏面，再添加滿溫水，將五子茅頭給它清洗一下。用手將它不停地搓洗一小會，將五子茅頭表面那些灰塵、雜質還有泥沙給它清洗乾淨。我們將其反覆的清洗乾淨以後，接着呀，先控水撈出備用。下一步，鍋中燒水，再將排骨給它直接的冷水放進鍋裡面，將它焯水一下。我們將排骨給它直接的冷水下鍋，可以讓排骨內部的血水可以隨着溫度的升高，給它逐漸的慢慢的逼出來。在焯水的時候，也可以往裡面添加適量的料酒或者薑蔥去腥，因為血液是比較腥的，經過焯水以後，可以去除大部分肉塊中的血液。我們開大火進行焯水，隨着鍋中的溫度逐漸的升高，可以看得到上面漂浮着非常多的血沫。這些血沫都是腥味的主要來源，所以呀，我們需要用勺子給它打出乾淨。打撈乾淨以後，這個排骨呀，還需要再繼續的給它焯水一下，大概焯水個3到4分鐘左右，需要將排骨給它完全的焯熟。經過焯熟以後，裡面的血水就可以完全的逼出來了。經過這樣子的處理過後，可以最大限度去除肉塊中的腥味，讓湯水喝起來更加好喝。我們將排骨焯熟以後，接着呀，用漏勺將其控水撈出，再放到自來水裡面給它沖洗一下。用手將它抓洗一下，清洗掉粘在表面的一些血沫。沒有血沫了，那麼煲出來的湯，它的湯色會更加清澈，更加好喝的。我們將排骨完全的沖洗乾淨以後，控水撈出，把它放進大一點的砂鍋裡面。然後再將清洗乾淨的五子茅頭還有切好的玉米都放進來，再把前面準備好的小料
姜片、红枣、陈皮还有瑶柱添加进来，一定要记住那个山药不要太早放了。接着呀，我们再往里面添加满开水，最后再往里面再添加少许的花雕酒。添加少许的花雕酒可以增加汤水的香味，让汤水喝起来更加的香，更加好喝的。下一步，我们扣上盖子，先用大火把汤水煮开。汤水煮开以后，我们再立刻的转为小火，用小火先将其慢炖1个小时左右。最近天气太热了，家里人说想吃点黑凉粉，那么趁着这时候，阿鹏呀就另外的再做一些黑凉粉。我们将黑凉粉用少许的清水和开以后，接着呀再将它缓慢的倒进正在煮开的开水里面，一个手慢慢的倒，另一个手给它不停的进行搅动，将它不停的进行搅动，让粉浆下到汤水里面可以迅速的化开。全部下锅以后，还需要再继续的进行搅动的。随着粉浆的不停加热成熟，那么汤水呀会逐渐的浓稠起来。不停的搅动可以防止它粘锅糊底。在炎热的广东夏天里，这个黑凉粉呀，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做的，这是广东妈妈必学的一个小技能了。最后将汤水煮开，给它煮至微微的翻动就好了。接着立刻关火，然后再立刻的倒出，将它过滤一下，让它更加的细腻。倒出来以后呀，就不需要管它了，让它自然放凉就好了。放凉以后，这个黑凉粉就会凝固了。接着再用小刀给它切分成小块。就这样子，这个黑凉粉呀就做好了，是非常非常简单的。接着呀，我们再把黑凉粉给它装在小碗里面，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糖水或者椰浆、牛奶等等都是可以的。这个黑凉粉呀，给它冰镇一下，会更加好吃的。在炎热夏天里喝上一碗，别提多么舒服。这个汤水呀，大概炖煮1个小时之后，我们打开盖子，接着再把最后的这个山药给它添加进来，然后再继续的扣上盖子，用小火给它炖煮大概20分钟左右，把山药给它炖煮至成熟绵软。大概20分钟，山药成熟软烂了，再撒上少许的枸杞点缀一下，最后再添加适量的食盐进行调味。其他调料就不用放了，因为这个汤水呀就基本很鲜的了。就这样子，今天的这一款无籽毛桃玉米山药排骨汤，我们就这样子制作完成了。这样子做出来，汤鲜味美，营养又好喝。如果您也喜欢的，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不妨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，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